壊れそうなほど強く抱きしめ合えたらこの胸の中のときめき忘れられない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帮我点个赞啦！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还有，帮我动动手指，在留言处往左滑，热推一下我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双人许，欢迎回到我的频道。9周的第2天晚上，我们住在宫崎，第3天我们就持续往东南走。今天会探访非常多的能量景点 Power Spot， 每一个景点都是美到不行，可以补好补满能量哦。从宫崎市区开车约30分钟就可以抵达青岛神社的停车场，沿途会先经过植物园，持续往海边的方向走，就会看到伫立在海岸上的小岛，那边就是青岛神社。但先别急着往前走，在沙滩上的这个黄色油桶绝对是先拍照拍起来的景点之一。据说因为青岛这里是神话山信彦跟丰玉姬的定情之地，为了让浪漫传说继续流芳百世，当地把油桶涂上象征幸福的黄色，真的是好可爱哦，超想把这个油桶搬回家的。继续往前走就会看到连接青岛海岸与青岛的弥生桥，从桥上就能欣赏一览无遗的辽阔绝景，真的好美。不过桥上真的海风比较强，行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继续往前走就会看到海岸边非常特别的鬼之洗衣板。青岛神社海岸边都可以看到环绕着一片波状岩地形，这是从海中隆起的沉积岩，早在700万年前左右就受到海浪侵蚀，经过层层的堆积，形成有如洗衣板的地形，因此有鬼之洗衣板之称，真的非常壮观。紧接着就会来到青岛神社前，据说日本神话山信彦和丰玉姬在这边相遇结缘，日后神社也变成许多情侣慕名朝圣祈求姻缘的神社。除此之外，神社整体的氛围有着独特的南岛气氛，这绝对是只有青岛神社才有的风貌。从入口前往正殿时，右侧会有一个会马隧道，通过会马隧道一直走在一个很像热带雨林的小路，充满了各种热带的植物，再往里面走就可以看到圆宫，是青岛神社的原址，传说是能量最强的地方。在这边有很特别的祈愿仪式，第一个是天之平瓮，游客只要一边小声的念着自己的心愿，然后一边把扁状的陶制平瓮投向本殿。据说如果你成功的投进本殿的范围没有破掉，许的愿望就会达成，而平瓮如果是破掉的话，就代表可以消除厄运。另外，禅林纸戳是把纸戳绑在圆宫旁的2棵夫妇蒲葵树上祈愿，纸戳有5种颜色，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粉红色是祈求姻缘，紫色是祈求健康，绿色是祈求事业成就，黄色是祈求生意兴隆，其他愿望成真的话就选择白色，而当中最有人气的是粉红色的哦。除此之外，青岛神社也有很多有趣的御神签，补充完能量之后一定要来求个签吧，看看好运会不会降临。如果是单身想要提升恋爱运的，记得买个玉手做纪念，听说真的很灵哦。当天我们非常幸运，刚好遇到神道教仪式的婚礼，除了感受到仪式的庄严，还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幸福能量的注入。重点是新郎很帅，新娘也好漂亮哦。青岛神社真的是一个能享受大海跟大自然的能量景点，即便随便散步一下都感觉到身心被疗愈咯。紧接着我们开1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下一个也很好拍照的景点。日南太阳花园从停车场进来就要先购票，入场费成人1人是1000日元。日南太阳花园坐落在风景优美、视野开阔的日南海岸的丘陵之上，是一座以地球、阳光、历史和浪漫为主题的海滨公园。我会想来这里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面海的荡秋千，可以一边玩荡秋千，一边眺望着日南海岸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是不是很梦幻？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哦，不然可能会飞出去。
再来当然是紧贴着海岸边的巨石摩埃石像，这是复活岛官方唯一许可建造的。每一尊摩埃象征着不同的运势，由左而右分别是工作、健康、恋爱、整体、婚姻、财运、学运。站在高耸的摩埃石像旁边摸一摸，可以祈求好运发生。另外在商店区也有贩售各种摩埃周边商品，喜欢摩埃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这里，每一款都好可爱，都好想买回家摆。好啦，我脑波真的很弱，我就买了这个回家，真的超可爱的。接下来我们开了大约10分钟的车程，来到今天的第2个能量景点。鹈鹕神宫坐落在美丽的日南海岸边，从停车场沿着海岸边的楼梯走进去，大约要5分钟。沿途的悬崖边海岸景色真的超美，一不小心就会一直停下来拍照。鹈鹕神宫是日本唯一在悬崖洞窟里的诸红神社，盛传是祈求夫妻和睦、求子安产的地方。据说也是神话故事山信彦与丰玉姬建造的产房，现今是日本认为极好运之地。鹈鹕神宫藏身在太平洋天然海蚀洞窟内，藏在巨大的山洞里的神社群真的非常壮观。山洞内的小分社有贩售玉手跟纪念商品，像是这个兔子真的好可爱，肯定要买一个回家摆。配合蛇年的到来，也有蛇相关的玉神签可以抽。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许愿仪式，就是投运玉石。运石一人5枚200日元，只要将运石投入海边看起来像乌龟的巨石背部用绳子圈起来的区域，只要投入就可以实现愿望。男生要用左手，女生要用右手。看起来很近，听起来很简单，但真的很难。鹈鹕神宫作为第2个必访的能量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美景与悠久的历史文化，真的非常值得来探索一下。接下来我们稍微开远一点，一路从海边开到山上，大约1.5小时的车程，来到这个我超级期待的能量景点。沟之口洞穴算是一个一定得自驾才有办法到达的景点，开往洞穴的路也只有单向道，蛮容易遇到需要会车的状况，开进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开到底会有停车场，接下来就要稍微步行一小段路才能够来到洞穴口。一走进来就会看到鸟居跟后面的洞穴，这个被雾岛山系的涌水侵蚀，经过数千年日月累积形成的长达224公尺深的洞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的秘密神宫。虽然站在洞穴深处有点可怕，深不见底的黑暗，但从洞穴望出去的那一片美景，真的瞬间感受到自然力量的伟大跟自身的渺小，内心不禁油然而生的一种敬畏之情。这里真的很美，此生一定要来看看。再来，我们大约开了半小时的车程，来到下一个很好玩的景点。雾岛神话之里公园停车场位在半山腰上，停完车之后就可以看到有接驳上山小火车停在这。要搭乘的话就要先用票机买票，单人单趟是200日元，买完票就可以上车。诚心建议一定要花这个钱，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双脚过意不去。一路上都是上坡，当然脚力体力好的朋友是可以爬一下山运动一下啦。上来之后可以先看一下今天设施的运行状况，从上而下分别是缆车、极速滑车、小高尔夫、小朋友滑草、大人版滑草跟接驳小火车，上面也有图片跟价格可以参考，稍微对照一下应该不会太难。想好要玩什么之后就可以购票，上山与下山都可以选择要搭乘缆车或是单趟缆车、单趟滑车，价格都是一样的。买完票之后就可以去搭缆车，我真的超期待搭这个缆车的，一直很想体验看看。虽然要搭的时候也是会觉得有点巨高，毕竟它真的没什么防护措施，双脚腾空的感觉还是痒痒怕怕的。一路上我真的是抱着旁边唯一的铁杆，超怕掉下去的。但其实搭乘的过程是安全的，大家不用太担心。来到缆车的终点，标高660公尺，可以清楚眺望到高千穗峰，看看这一片风景是不是真的很美。接下来我跟木一阳分别用不同的方式下山，搭乘缆车下山就可以居高临下欣赏雾岛景色。连木一阳自己都说，其实搭缆车下山比较可怕，因为真的有点高，但真的很美很值得。另外我是选择搭乘极速滑车下山，如果是想要体验一点速度感的，这个真的不能错过。但提醒它是不能手持摄影的，我是把相机挂在脖子前面哦。这个滑车是只能坐一人，可以自由控制速度。
前推加速，后推减速。一路往下冲真的很刺激，很好玩。下来之后可以选择要搭乘小火车下山，或者要自己步行。当然我们是选择搭小火车下山啦，就再次买票搭乘就可以咯。神话之里公园我真的很推荐，来搭个缆车，居高临下眺望一下美景，真的很赞。今天的最后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在宫崎的住宿，是位在宫崎闹区中央通的东横印。房间内空间不算太小，是一张标准双人床，两侧的走道都算蛮宽敞的。右边有化妆桌，有电视、冰箱、热水壶等基本的电器设备。最棒的是床的另一侧有小餐桌，很适合买宵夜回来的时候坐在这里吃。房间内没有设置衣柜，只有在床尾处有设置挂衣区。厕所就是标准的日式厕所，有小小的浴缸可以泡澡或淋浴使用，也有洗发乳、沐浴乳、润发乳，标配的免治马桶也有。基本上我觉得房间的干净程度不错，空间与舒适程度也很 OK， 加上楼下就是 Lawson， 邻近就有走路就会到的唐吉诃德，真的是蛮推荐这间住宿的。下一集我们要前进熊本市区，探访有什么必去的景点以及必吃的美食，当然怎么少得了逛街，一样会帮大家汇整有什么好逛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咯，所以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并且开小铃铛，我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我们下集见，拜拜。